Hello， 我是小金，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这位夺走上百条性命的北韩女特务金贤姬。她是金贤姬，1962年出生在北韩平壤。金贤姬她有个特殊经历，那就是老爸是外交官，所以呢跟随父亲驻外待过古巴，4岁的时候又返回北韩。好，重点是呢，金贤姬她从小就长得非常清秀亮丽，所以小时候还被选去给南韩访问代表团献花，而且也参与过电影的演出。也就是因为外形太亮眼，脑袋又不错，很聪慧，成绩好，大学从最高学府金日成综合大学转到平壤外国语大学的日语系之后，又被相中，选为特工来做培训。他开始有了新的名字，叫做金玉花。除了接受军事训练，他也展开一连串日本化的学习，要从行为到思考都变得像个真正的日本人。而这位专门教导金贤姬的女子，这个我们稍后再说。至于这6年多的特工培训学习，就在这一项任务派上用场。当时北韩高层一道命令下来，金贤姬和另一位资深特工金圣一2个人受命假扮成日本籍的妇女党。这下金贤姬又有了新名字，叫做风谷真由美。1987年11月29号，他们从伊拉克巴格达机场要登上大韩航空858号班机。不过就在登机前，你知道吗？其实这一场害人的计划差点就可能被挡下来了，因为安检人员打开了收音机，说里面的电池不能带上飞机。不过当时金贤姬他们赶紧把电池装回去，并转开收音机发出声响，来证明那只是电池而已。ほら、ただのラジオだろうが、どうだね。OK、どうぞ。金贤姬2人才得以把收音机一起带上飞机，而这个填装了可引发爆裂化学物的收音机也被设定好9个小时之后即将引爆。其实这一架航班上载的大部分都是在伊拉克工作，准备返回南韩的男性。但金贤姬与金圣一2个人的目的地并不是也要飞到南韩，而是中途就下机了。他们把收音机留在行李舱，然后当航班飞到中停的阿布达比机场，金贤姬与金圣一就下飞机了。而就在几个小时过后，11月29号下午2点，大韩航空858号班机在安达曼海上空便发生了爆炸。机身随之解体，飞机上连同机组人员共115人全都不幸罹难。但因为这架飞机前2个月才因为着陆时机轮没有正常弹出，造成机身摩擦跑道有一些毁损，所以呢，当飞机突然在雷达消失的时候，一度被怀疑可能是飞机本身的状况引发了事故。不过国际刑警组织立即着手调查，发现在中途下机的金贤姬与金圣一还往回头转机飞往巴林，相当可疑，2人可能设有重嫌啊。12月1号，当金贤姬他们要再从巴林出境前往罗马的时候，又被发现拿的竟然是日本假护照，因此被挡下盘查讯问。结果没想到2人就拿出了藏有氰化物的香烟放入嘴巴咬破。已经70岁的金圣一最后抢救无效，而陷入昏迷的金贤姬则是被救活了过来，并且被引渡押去了南韩。整个过程金贤姬嘴巴还被贴上胶带，就为了防止他再次寻短。不过到了这个时候，金贤姬最重要的是就是不能让自己北韩间谍的身份曝光，所以他第一招就是继续假扮成是日本人，审讯时都用日语回答。但是被问到为何要拿假护照，父亲又为何要自尽，这些问题金贤姬都回答不出来。没想到后来金贤姬又使出第2招，他接着改用中文回答，改口说自己是中国黑龙江人，名字叫白翠慧，父亲死于文革，而他为了赚钱到澳门打工，后来才被日本父亲收养。但其实审讯过程，金贤姬不小心露出了至少3个破绽。首先第一个，金贤姬说他是黑龙江人，但他却不会讲东北话。但东北人不会讲东北话可能也还好，就像有的人不会说台语，不代表他就不是台湾人啊。不过第2个就真的是穿帮了，因为当审讯人员问他日本家中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视机时，金贤姬很顺口的先讲了金达莱，后来才改口说是东芝。但金达莱其实是北韩的电视机啊。还有第3，审讯人员故意在金贤姬的面前用韩语讲笑话，结果发现金贤姬有反应他真的忍不住嘴角失手了。
没想到讲笑话这招真的是太厉害了。如果是你能够憋得住笑吗？所以呢，尽管金贤姬他一直很努力假装听不懂韩语啊，但是已经被怀疑就是来自北韩的特务。而接下来呢，南韩特务的这个动作更是让金贤姬彻底清醒了。后来有一天晚上，金贤姬被押着出门，但不是要对他动刑，而是把他带去逛首尔市区。结果金贤姬被繁华的城市给吓到了，原来以前被灌输南韩很穷困，根本都是在糊弄他们的啊！金贤姬就这样被突破心防了。12月23号，金贤姬就突然改用韩语跟审讯人员招认了，说是他错了。只是之前金贤姬可以讲的一口流利日文，佯装成日本人，为何可以学得这么像呢？因为教导他的老师就是他，他是李恩惠，本名叫田口八重子。他的际遇其实很可怜，因为他是莫名其妙遭到北韩特务绑架去的日本妇女。他原先是在日本的夜店工作，单亲抚养2个年幼的孩子，却硬生生被带到北韩去。那几年就跟金贤姬同吃同住，教他讲日语、唱日本歌，告诉金贤姬日本的文化、女性的仪态以及怎么化妆。总之就是教导金贤姬在行为举止上变得像是一个倒立的日本人。不过一名脱北者曾经透露，自从金贤姬的案子爆发之后，知道太多朝鲜特工内幕的田口八重子在北韩已经遭到枪决了。那金贤姬也会讲中文，还瞎掰说自己是中国人，难道也是绑架了中国人来教中文吗？没错，北韩也从澳门绑架了一名女子孔令英过来，教金贤姬讲广东话与中文。等到金贤姬学会中文之后，她还曾经用吴英这个化名，假扮成是一名大陆偷渡客，跑到澳门去，想要搭上那时的澳门特赦政策，希望可以趁特赦获得当地的合法身份。在澳门的大1年半期间，金贤姬还把中国女星陈冲就当作是她揣摩假扮中国人的学习对象。但说到底，北韩为什么要精心策划这一起飞机爆炸案呢？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吗？原来当时南韩拿到了1988年奥运主办权，北韩要求一半的赛事移到北韩境内来举行，等于是南北韩合办奥运。但是南韩不同意，两边没有达成共识，但北韩也不想坐看南韩在国际间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于是根据金贤姬的说法，那次的行动是金正日他亲自签署下达的命令，想要借由炸毁飞机来让全世界觉得去南韩奥运是很危险的，让运动员不敢去参加奥运比赛。可是案发之后，北韩始终不承认这起空难是他们做的，还说这个是南韩故意栽赃给北韩的。至于金贤姬在南韩本来已经被判处死刑了，但后来被当时的总统独泰瑜特赦免除一死，因为独泰瑜说金贤姬也只是被北韩洗脑的受害者，让金贤姬活下来，才能让她成为这件事的唯一证人啊。而且因为担心北韩会派人暗杀金贤姬，南韩政府还派了保镖保护金贤姬的安全。不过金贤姬在北韩的家人就糟了，据说呢是以脱北者家属的方式来处理，全部都被送到集中营去了。而金贤姬后来则是嫁给了南韩安全企划部的调查官，生下了2个孩子。虽然在南韩展开新人生，但后悔的心情可能在她心中时时浮现。金贤姬在他书中提到了，这项我曾以为是我们祖国最重要的使命，却给我蒙上了深深的羞辱，造成了终身的悔恨。以前被带上一条扭曲变态的人生道路，我将带着沾满115条生命鲜血的双手度过后半生。其实在那个社会，金贤姬根本没有办法选择不去做这件事啊。也许很多人觉得金贤姬她是靠着美貌与楚楚可怜的样子才能赢得同情，获得特赦，免除死刑。但其实对她而言，死了可以逃过一切责难，可以不用再想起她再也见不到的父母和弟妹。所以呢，让她继续活下去的日子里，常常感到痛苦，感到懊悔，这可能也是对金贤姬一种很深痛的惩罚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了，下次见了，拜拜。